我在2023年12月决定在深圳买房置业，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大量的信息工作，甚至为了能够让家人也了解到相同的信息，我还做了深圳购房指南，共计100页 PPT。但房地产的市场发展变化速度太快，搜集到的信息很快会被新的信息替代，100页 PPT 很快就面临永无止境的更新。我意识到专业的事情得让专业的人干，而我们作为客户只需要明白逻辑与方法论就可以了。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信息，逻辑能够帮助我们通过信息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我想通过这一系列的视频，把这100页 PPT 的逻辑与方法分享给与我一样刚刚开始关注深圳购房置业市场的朋友。从工具篇、需求篇、价格篇、政策与产业篇、学区篇、利率篇、共有产权篇、财政篇几大类展开，让大家少走一点弯路，少花一点时间，便捷获取到信息。话不多说，那么本期工具篇我会分享购房者需要了解的官方信息源、可替代信息源，让我们的信源不只来自于中介。首先是官方信息，住建局和规字局的官网会公示基本上深圳房产相关的所有信息，深圳各个区的官网会承载部分信息，我主要介绍几个使用率比较高的地方。第一，新房备案公示，手机的平替版可以关注小程序深房查，这里面的逻辑是新房项目要开盘，一定要取得预售证，取得预售证后7天内必须开盘。最关键的是每一套房源的价格都会在上面公开。我们在看新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销售拿一个 A4 纸的本本给你计算某套房的价格，这个价格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公开的内容。在深圳，政策是要求销售价是不能低于备案价的15%，也就是备案价最多不能超过85折，而且只能下调不能上浮，可以往下打85折，但是不能卖得比备案价高。那么此时双方的关系就是备案价大于等于销售价大于等于备案价乘以85%。知道这个信息，你在看新盘的时候，对于销售给你报的价格就相对透明了。如果他给你的价格高于备案价，反手即可投诉。如果给你算了各种折扣，但都是98折、96折，那么你知道其实85折才是政策底线，也可以了解到对方的诚意在什么位置。那么有朋友就会问了，这个备案价是不是固定不可修改的吗？这也不绝对，如果楼盘惨淡，开发商还可以去申请修改备案价。比如深圳坪山盘松路的某新盘，以大约4万每平的价格开始售卖，随后为了加速楼盘去化，在住建局重新修改了备案价，为约2.5万每平，房子的总价直接打6折，引起老业主的大量维权。第二，人才房信息公示。目前深圳在人才住房保障方面是提供4类：配售型人才住房、安居房、共有产权房、配售型保障房。具体的各种差异我会在共有产权篇详细说明。截止至发布视频的这个时间呢，配售型人才住房是目前依然可以申请的住房保障，其他要么是已经停止入围申请，要么是政策还不明朗。在这个官网，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人才配售住房的房源情况，并且进行材料提交与认购。第三，法定图则，这是官方政府对土地的用途性质的公示，我们可以通过土地用途性质来知道政府规划的情况。不过文字看起来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可以通过可视化地图来详细了解，会方便很多。点击官网一张图公众版就可以详细查阅了。在看新盘的时候，销售会兴致勃勃地给你介绍楼盘旁边就要建设某某学校、某某商业中心，这个说的真不真实、靠不靠谱，还得看法定图则。我们在看一些公众号的时候，看到公众号引用了这种图，这就是官方的法定图则的信息，就知道这是相对可靠的。第四，学区地图。深圳现在是大学区制度，学区地图能够以地图化的方式展示楼盘与学校的关系，哪些楼盘可以去读哪一个学校，一看就明白。奔着小孩读书去的家长，尤其是先挑好学区，然后准备买房的，可以通过这个地图以终为始的寻找楼盘。学区地图是我通过深圳本地保获取的二手信息，在微信关注深圳本地保后，回复学区信息就有完整的攻略，很方便。我附上深圳本地保的网址，直接搜索，比如福田区学区划分，
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学区地图。第5，学区锁定。购买二手学区房的时候，担心学位已经被使用或者锁定了，可以先通过深圳统一编码地址搜索到房屋信息，然后获取到房源编码，再通过以下的官网地址去搜索验证学区是否可用就行了。以上就是我认为比较实用的官方信息源的用法。官方信息是比较干的信息，对于普通购房者而言呢，其实并不友好。如果想要了解市场的最新资讯和信息，建议直接去看主流媒体加工后的文章，也就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可替代信息源。可替代信息源是非常多的，主要以中介机构为主。大部分线上中介机构会将官方信息与楼盘信息制作成可读性比较高的内容，便于客户阅读。但我们依然要鉴别内容里面是否掺杂了营销性的引导倾向，这种引导呢，其实不利于我们做理性判断。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挑选了以下的信息源给大家提供参考。为了便于理解，我把信息主要分为2类，一是宏观数据类，2是具体楼盘类。那么我们先说宏观数据类。宏观数据类主要是能够提供定期的宏观数据报告，作为我们判断当前市场情况的重要依据。不过宏观数据的变化呢并不大，没必要天天盯着，一般来说每月集中看1次就够了。我按照核心功能呢，主要推荐5个公众号。第一，推荐世联行深圳，高质量的报告是市场上比较稀缺的材料。这个公众号呢，会每月提供房地产的市场报告，如果有重大的房地产政策呢，也会做专题的研究报告。报告会更侧重于数据端，数据呢丰富、全面、客观，有政策的视角，但是并不会站在购房者的角度进行解读，可读性呢是有所欠缺的。第2，推荐广深研究院，这个公众号很硬核，像是学霸团队的公众号。公众号内容呢涵盖新房打新、二手房、法拍房、学区相关、规划相关的保姆级攻略，几乎在深圳购房应该考虑到的方方面面，它都覆盖了。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盈利团队，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它的解读呢是几乎都没有的，大概付费用户才可以享受吧。第3，推荐乐友家，对于购房新手来说，主要用来看政策的总结与政策的变化。第4，推荐行舟深房笔记公众号和小程序，这是深圳一个码农自己开发的楼市数据，并且做了数据分析。在看二手楼盘的时候呢，我一般都会打开它的小程序，专门查看楼盘的最近成交价格，随时可以知道最近本小区的二手真实成交价到底在什么位置。第5，炒股拌饭，财经类博主，篇篇文章呢都是逻辑性比较高的长文，可读性很高，可能并不直接对购房有帮助啊，但值得推荐。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具体楼盘类的信息源，这种信息源就很多了。我关注的大量都是中介的公众号，风格各不相同，但基本上都能做到有主见，或者信息的有效性呢是比较高的。第1，唐老师傅 Pro， 敢说敢讲，点评中肯，干货呢比较多，内容篇幅最多的是新盘踩点分析。看新房呢，基本上我都会参考他发布的内容，同时呢，他还会发布一些看房技巧，比如关注二手房的2大神器，深圳买房常用工具。刚刚关注的朋友呢，可以翻一下这个公众号的历史文章，来丰富一下自己的认知。第2，姐夫说房，看楼盘的时候呢，中介和销售会告诉你这个楼盘哪都好，但这个号呢会把楼盘的问题喷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反向引流的策略，这也给我们如何全方位看待一个楼盘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我此前在看盘的时候呢，曾经对一个新盘非常的上头，在豪宅别墅旁边，那时候觉得价格呀、景观呢、学位都很好，差点呢就要下定。因为看了这个公众号关于楼盘的评论，才发现有很多问题其实是自己没有考虑到的，比如交通和商业配套其实对刚需呢并不友好。第3，深圳本地宝，学位信息查询、公租房的信息查询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获取，并且呢附带了详细的攻略。第4，白先生买房顾问，这个号呢会更新一些被整理出来的卖盘，这些卖盘呢主要是南山和宝安的，总价呢并不低，看得出来这个号背后的团队呢更多还是做中高端的中介市场。第5，乐友家买房，乐友家买房是小红书上的账号，它会定期的整理发布在深圳几百万可以买哪里系列，通过预算筛选楼盘，能够对预算敏感型的客户呢提供一些信息。
第6，大碗楼市是一个全国楼市点评号，主要点评宏观经济与事件，敢讲真话，而且逻辑自洽，有万字置业长文，还有各个城市的楼市调研。因为太敢说了，还有个备用号大碗 Pro。第7，大飞楼市，这是一个个人号，主要点评宏观地产。第8，深圳买房计划，定期发布各种新盘、二手盘、人才房等信息，便于平衡认知。第9，英瑞泽房记，每篇都是非常具体的楼盘分析，图文并茂，按照做报告的规范来透析一个楼盘的优缺点、参数、配套等数据信息，甚至还有不同户型的视野照片，就相当于是有专家帮你去楼盘踩点，还给你做了报告，是值得关注的。第10，深房记，也是专门推出楼盘的踩点测评报告，还会针对一些相似的楼盘做横向对比分析。比如龙华在某热门核心枢纽地段集中开了多个新盘，他就做了一篇多个新盘的集中对比。虽然分析的维度和结论都有隔靴搔痒的感觉，但这种题材太适合当下谨慎的我们了。以上就是工具篇的所有内容了。大家关注了我推荐的这些信息源后，会发现现在信息透明的可怕，开发商的今生前世，楼盘的优缺点都被扒得干干净净。中介的内卷呢，给我们的选房购房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当然，个人是有信息茧房的，我所提供的信息源推荐不一定完整全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留言区补充你们认为好用的工具。我是陈导不倒片，我们下期需求篇见。